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之下，現在有一股热量正在悄悄聚集，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一旦浮上海面，可能改写未来1-2年的全球天气。气象学家在最新的超级電腦模型中看到一個異常訊號，到2026年底，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面溫度可能出現明顯飆升。這不是普通的變暖，它指向一種更降、更劇烈的氣候現象——超級厄爾尼諾。如果模型預測成真，這場厄爾尼諾不只會影響太平洋沿岸，它可能牽動整個地球的大氣環流，改變降雨分布、颶風路徑、乾旱區域，甚至把全球平均氣溫再往上推一把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一片海水變熱，為什麼會讓全世界的天氣跟着失控？故事要從太平洋上的一陣風說起。正常情況下，赤道太平洋上空有一條穩定的風帶，叫做信風。這些風常年從東往西吹，從南美洲沿岸一路吹向印尼和澳洲。別小看這陣風，它就像一只看不見的大手，長年累月把太平洋表層的暖水往西推。時間久了，西太平洋就像一個被慢慢堆高的熱水池，聚集了大量溫暖海水。而在東太平洋，也就是秘魯、厄瓜多爾沿岸，表層暖水被吹走之後，深海中的冷水就会被迫往上補位。這個過程叫做上升流，它帶來的不只是冷水，還有大量營養物質。這些從深海黑暗處湧上來的營養，支撐了南美洲西岸極其豐富的漁場，也養活了龐大的海洋生態系統。可問題是，這套系統並不是永遠穩定，每隔幾年，風會變弱。一旦信風減弱，原本被推到西太平洋的那一大池暖水，就像水壩失去壓力，開始慢慢往東回流。這不是一點點水在移動，而是橫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暖水，沿着赤道太平洋向東推進，像一條巨大的熱浪，在海洋內部翻湧前行。當這股暖水抵達南美洲沿岸，它會像一層厚厚的蓋子，壓在海面上，阻止深層冷水上升。上升流被切斷，冷水上不來，營養物質也上不來，海面溫度開始飆升，而海洋裡儲存的巨大熱量也會不斷釋放到大氣中。這就是厄爾尼諾。它不是單純的海水變熱，它是一場海洋和大气共同參與的連鎖反應。一開始，變化發生在赤道太平洋，接着風向改變，再接着雲帶移動，然後降雨區轉移，最後全球天氣版圖被重新洗牌。有人會問，這一次為什麼特別令人擔心？關鍵在於溫度異常的幅度。氣象學家通常會用一個指標來衡量厄爾尼諾的強度，叫做海洋尼諾指數。簡單說，就是看中東太平洋的海水溫度比長期平均值高出多少。一般來說，如果高出 1.5 攝氏度，就已經可以稱為強厄爾尼諾。但如果高出 2.0 攝氏度以上，就可能進入超級厄爾尼諾等級。近代气象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2次强厄爾尼諾，分別出現在1997年和2015年。尤其是2015年那一次，海溫峰值一度比正常高出約 2.75 攝氏度。那場事件之後，全球多地出現異常高溫、暴雨、乾旱和生態衝擊。但現在讓預報人員警惕的是，部分氣候模型顯示，到2026年底，相關海域的溫度異常可能超過 3.0 攝氏度。如果這個預測真的發生，那就可能成為19世紀末有記錄以來最降的厄爾尼諾之一。而且，這不只是電腦熒幕上的模擬線條。目前，在太平洋海面以下約100公尺深處，海洋浮標已經監測到大片異常偏暖的水體，有些區域比正常高出5到6攝氏度，
這就像海洋深處藏着一座巨大的熱庫，只要信風繼續減弱，這股被困在水下的熱量就可能被推向東方，再一步步浮上海面。那麼它最先會在哪裡留下痕跡？答案可能是2026年的大西洋飓風季。表面上看，太平洋变熱似乎和大西洋飓風沒什麼關係，但地球的大氣不是分開運作的，它更像一張巨大的網，一端被拉動，另一端也會震動。當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明顯升溫，會改變高空風場，形成更降的高空西風，這些風會一路越過中美洲，吹向大西洋盆地。它們帶來一種對飓風非常不利的條件——風切变。你可以把風切变想象成一把高空的剪刀。飓風要發展，需要雷暴雲團垂直堆疊，像煙囪一樣把熱量往上抽。但風切变會把這些雲團吹歪、撕開，讓風暴還沒長大就被削弱。因此，在強厄爾尼諾年份，大西洋整體飓風數量往往偏少。部分模型預測，2026年大西洋命名風暴數量可能低於平均值，大約13場左右，而歷史平均值約為15場。聽起來好像是好消息，但真正危險的地方在於，風暴少不代表災害小，因為靠近美國本土的墨西哥灣和西加勒比海，海水仍可能保持異常溫暖。這些區域一旦條件成熟，就可能孕育出近岸快速增強的風暴。歷史已經給過警告，1992年是厄爾尼諾年，大西洋風暴總數不多，卻誕生了災難性的5級飓風安德魯。2018年同樣如此，風暴數量不算極端，但飓風邁克爾仍以驚人的強度登陸，造成重大破壞。所以，問題從來不是今年有幾場風暴，真正的問題是，有沒有那一場風暴，剛好在最危險的位置、最溫暖的海水上，突然爆發。只要一場，就足以改變整個季節。進入2026年冬季後，太平洋的熱量影響會繼續向北美大陸擴散。赤道太平洋釋放出的巨大熱量，會改變高空急流，尤其是副熱帶急流的位置和強度。在超級厄爾尼諾期間，這條高空急流往往會變得更加活躍，並向南壓低，橫掃美國南部。這就像在天空中打開了一條高速水汽通道。對美國西海岸，尤其是加州來說，這意味着更頻繁、更強烈的大气河流可能到來。所謂大氣河流，就是一條漂浮在天上的水汽長河。它從太平洋深處搬運水汽，撞上山脈和海岸後，就會化成連綿暴雨和高山大雪。它可以緩解乾旱，但一旦水量過大，也會帶來洪水、山體滑坡、泥石流，甚至摧毀道路、橋梁和住宅。這就是厄爾尼諾的矛盾之處。它有時候帶來急需的雨水，但雨水來得太猛，就會從救命水變成毀滅性的洪流。當這條強勁急流繼續向東移動，德克薩斯州和墨西哥灣沿岸也可能迎來更多降雨。而到了美國東南部，尤其是佛羅里達附近，情況會變得更加複雜。那裡本來就溫暖潮濕，當強勁急流遇上不穩定的暖濕空氣，冬季也可能出現劇烈天氣。從歷史經驗看，強厄爾尼諾冬季常常會提高美國南部的龍捲風和破壞性強風風險，尤其是在11月到次年3月之間。也就是說，對南方來說，冬天未必只是寒冷，它也可能是一個暗藏風暴的季節。但在同一時間，美国北部、太平洋西北地區以及加拿大，可能看到完全相反的景象。那裡的冬季可能比平常更暖、更乾，降雪減少，寒潮頻率下降。同一場厄爾尼諾，給不同地區帶來的，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命運。有些地方被水淹，
有些地方卻在乾旱中等待一場遲遲不來的雨。大西洋彼岸，英國和北歐也可能受到牽動。厄爾尼諾往往會改變冬季後期的大气形態，使部分地區出現更寒冷、更乾燥的天氣。不過，歐洲的反應通常更複雜，會受到北大西洋气壓系統等多重因素影響，因此每一次厄爾尼諾帶來的結果都不完全一樣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地球不是一台簡單的機器，它更像一個彼此牽連的生命系統。太平洋的一片暖水可以影響南美的漁場，南美的降雨改變有可能牽動亞馬遜，亞馬遜變遷，火災和碳循環又會反過來影響全球氣候。在南美洲，厄爾尼諾的衝擊往往最直接，也最猛烈。當南水湧向東太平洋，秘魯和厄瓜多爾沿岸的冷水上升流會被抑制。這不只是水溫變高而已，它會切斷海洋食物鏈的營養來源，浮游生物減少，小魚跟着減少，大魚和海鳥也會受到牽連，當地漁業可能遭受嚴重打擊。同時，異常高溫海水會向大氣輸送大量水汽，讓秘魯、厄瓜多爾和智利北部沿岸更容易出現暴雨和洪災。在一些原本乾燥的地方，短時間內可能降下平常幾個月甚至更久的雨量。道路被冲毀，村鎮被淹沒，山坡在保水後崩塌，災害往往來得又快又猛。但再往內陸看，亞馬遜盆地卻可能面臨另一種災難：乾旱。大氣環流一旦改變，原本輸送到雨林的水汽可能減少。而亞馬遜不是普通森林，它是全球水循環和碳循環的重要一環。它变遷不只是當地問題，它會影響整個地球的氣候平衡。而在太平洋另一端，澳洲通常會面臨完全相反的極端。當南水和風暴雲都向東移動，靠近澳洲和印尼一側的西太平洋，就可能留下較冷的海水和較穩定的空氣。穩定的空氣聽起來像好事，但對需要季節性降雨的澳洲來說，這往往意味着少雨、乾旱和更高的火災風險。土地變遷，植被失水，再加上澳洲本來就炎熱的氣候，一旦遇上強風，高溫野火就可能迅速失控。這也是為什麼厄爾尼諾常常和澳洲嚴重乾旱、熱浪、野火季連在一起。說到底，厄爾尼諾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它改变了某一片海域的溫度，而是它把海洋裡積蓄已久的熱量一口氣釋放到大氣中。海洋像一個巨大的蓄熱器，平時它吸收并儲存大量熱能，但在強厄爾尼諾期間，這些熱量會被重新分配，並透過大氣環流傳遍全球，這會暫時抬高地球的基準溫度。換句話說，厄爾尼諾就像在已經變暖的地球上又加了一把火。根据目前觀測到的次表層暖水訊號，如果這次超級厄爾尼諾真正發展起來，2027年很可能成為全球極端高溫風險非常突出的一年。它可能帶來更降的熱浪、更激烈的暴雨、更嚴重的乾旱、更難預測的風暴路徑，也可能讓許多地方的人第一次意識到，氣候變化不是遙遠的數字，而是每天抬頭就能感受到的天空。所以，當我們談論赤道太平洋那一片正在變暖的海水時，我們談的其實不是遠方的海，我們談的是接下來的雨季，談的是農田裡的收成，談的是海邊城市的防洪，談的是山區道路的安全，談的是森林會不會燃燒，也談的是每一個普通家庭未來幾年可能面對的天氣變化。一場發生在太平洋深處的變化，正在透過風、雲、雨和洋流，把訊號送往世界各地。問題是，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讀懂這些訊號？你所在的地方，最近天氣有沒有變得不太尋常？是雨下得更急了，夏天更熱了，冬天更不像冬天了，
還是氣溫開始忽冷忽熱？也許，答案已經藏在我們每天經歷的天氣裡。